第3章，悉听尊便。在收到霍布森先生的信之前3秒钟，我对于追捕独角鲸的想法，就像对于完成寻找西北航道的任务一样，毫无概念。而在读完这位尊敬的海军部长的信之后3秒钟，我终于明白，我真正的使命，我人生的唯一目标，就是追捕这个令人不安的怪物，并将其从地球上清除。然而，我刚刚结束一次艰苦的旅行归来，身心俱疲，渴望休息。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重返我的国家，见到我的朋友们，回到我在植物园的小住所，看看我那些珍贵心爱的收藏品。但是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我。我忘却了一切，疲劳、朋友、收藏品，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。而且，我心想，条条大路通欧洲，这独角鲸很可能会好心地把我带到法国海岸。这头善良的动物会在欧洲海域被捕获，这正合我意。我可不想带回一段少于半米的象牙挤到自然历史博物馆。但是，与此同时，我必须到北太平洋去寻找这头独角鲸。这对于返回法国来说，简直是绕到地球的另一端。孔塞伊，我不耐烦地喊道。孔塞伊是我的仆人，他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年轻人，陪伴我经历了所有的旅行。他是个善良的弗拉芒人，我非常喜欢他，他也同样回报我的情谊。他天性冷静，行事有条不紊，恪守职责，对生活中的意外处变不惊，双手极其灵巧，能胜任任何工作。而且，尽管他名叫孔塞伊，意为建议，却从不提建议，即使是在别人没有征求他意见的时候。通过与我们植物园小圈子里的学者们接触，孔塞伊也学到了一些知识。我把他看作一位专家，他在自然历史分类方面非常精通，能够像杂技演员一样灵活地贯穿分类学的整个体系。门、纲、亚纲、目、科、属、亚属、种和变种，但他的学问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分类是他的生命，除此之外，他一无所知。他对分类理论了如指掌，但在实践方面却知之甚少。我想他甚至分不清抹香鲸和露脊鲸。然而，他真是个勇敢又善良的小伙子。10年以来，孔塞伊一直跟随着我，无论科学研究把我带到何方，他从未对旅途的长短或劳累有过半句怨言，也从未反对为前往任何国家打包行李，无论是中国还是刚果，无论多么遥远，去哪里都一样，他从不多问。此外，他身体极其健康，能抵抗所有疾病，肌肉结实，但毫无神经质。当然，我说的是精神层面。这个年轻人30岁，他的年龄与他主人的年龄之比是15:20。请原谅我这样说，我当时40岁。孔塞伊只有一个缺点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者，只用第3人称称呼我，有时甚至到了令人厌烦的地步。孔塞伊，我重复道，同时开始狂热地做着出发准备。当然，我对这位忠诚的年轻人是完全放心的。通常，我从不问他是否方便跟随我旅行，但这一次情况不同。这可能是一次无限期的远征，一次冒险的事业，去追捕一只能像捏碎核桃壳一样击沉护卫舰的动物。这足以让世界上最不动声色的人也得好好考虑一下，孔塞伊会怎么说。孔塞伊，我第3次喊道。孔塞伊出现了。先生叫我吗？他进门时说。是的，我的孩子，给我准备行李，你自己也准备好，我们2小时后出发。悉听先生尊便，孔塞伊平静地回答道。一刻也不能耽误，
把我的旅行用品、衣服、衬衫、袜子都装进我的箱子里，不用数，尽量多装。快点。那么，先生的收藏品呢？孔赛伊提醒道。我们以后再处理它们。什么？先生的阿奇兽、狮足马、矿齿兽、猪齿兽，还有其他骨骼呢？我们把它们存放在旅馆里。那先生的活宝贝鹿豚呢？我们不在的时候会有人喂它的，而且我会下令把我们的动物园运回法国。那么我们不回巴黎了吗？孔赛伊问道。回当然回，我含糊地回答，不过要绕点路。绕先生喜欢的路。哦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一条稍微不那么直接的路，仅此而已。我们将搭乘亚伯拉罕·林肯号。悉听先生安排，孔赛伊平静地回答。你知道的，我的朋友，这是关于那个怪物，那头著名的独角鲸，我们要把它从海洋中清除。写了2卷本《海底深处的奥秘》的作者，不能拒绝与法拉格特司令一同登船。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，但也很危险。我们不知道会去哪里。这些野兽可能反复无常，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去。我们的司令官无所畏惧。先生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孔赛伊回答道。你好好想想，我不想对你隐瞒任何事。这趟旅行可不一定总能回来。悉听先生尊便。1刻钟后，我们的行李箱都准备好了。孔赛伊转眼间就完成了，而且我确信没有遗漏任何东西，因为这小伙子整理衬衫和外套，就像分类鸟类和哺乳动物一样井井有条。旅馆的电梯把我们送到了夹层的大厅，我走下几级通往底层的楼梯，在总是被人群围住的长柜台付了账。我吩咐将我的动物标本和植物干支标本打包寄往法国巴黎，为鹿豚开了个寄养账户，然后跟着孔赛伊上了一辆马车。马车车费20法郎，沿着百老汇大街驶到联合广场，沿着第4大道到达鲍厄里街交叉口，拐入卡特林街，停在了第34号码头。在那里，卡特林渡轮将我们这些人、马匹和车辆运送到布鲁克林，这个位于东河左岸的纽约大型附属区。几分钟后，我们到达了码头，亚伯拉罕·林肯号正停靠在那里，2根烟囱喷吐着滚滚黑烟。我们的行李立刻被搬上了护卫舰的甲板。我匆忙登船，询问法拉格特司令在哪里。一名水手把我带到后甲板，在那里我见到一位仪表堂堂的军官，他向我伸出手。是皮埃尔·阿隆纳斯先生吗？他问道。正是在下，我回答。法拉格特司令。本人就是，欢迎您，教授，您的船舱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向他道别，在他继续指挥解缆作业时，被人带到了为我准备的船舱。亚伯拉罕·林肯号是经过精心挑选，并为其新任务改装过的。这是一艘速度很快的护卫舰，装备了增压加热装置，能使其蒸汽压力达到7个大气压。在这种压力下，亚伯拉罕·林肯号能达到平均每小时18又3/10英里的速度，这速度相当可观，但仍不足以与那头巨大的鲸类抗衡。护卫舰的内部布局与其航海性能相得益彰。我对分配给我的船舱非常满意，它位于船尾，紧邻军官舱室。我们在这里会很舒适的，我对孔赛伊说。恕我直言，先生，就像寄居蟹住在俄罗壳里一样舒适。他回答道。我让孔赛伊把我们的行李妥善安置好，然后自己回到甲板上观看起航的准备工作。就在这时，
法拉格特司令下令解开最后几根将亚伯拉罕·林肯号固定在布鲁克林码头的缆绳。因此，如果我再晚到1刻钟，甚至更短时间，护卫舰就会在我缺席的情况下起航，我就会错过这次非凡、超自然、难以置信的远征，尽管其真实技术仍可能遭到一些人的怀疑。法拉格特司令不想浪费哪怕1天1个小时，一心想尽快到达那头怪兽最近被目击的海域，于是他叫来了工程师。压力够了吗？他问道。够了，先生，工程师回答。Go ahead， 司令喊道。这个命令通过压缩空气传话筒传到机舱，机械师们立刻搬动了启动轮，蒸汽丝丝地冲进半开的阀门，长长的水平活塞发出呻吟，推动着曲轴的连杆，螺旋桨的叶片越来越快地搅动着波浪。亚伯拉罕·林肯号在一大群载满观众为其护航的渡轮和小艇中庄严地向前驶去。布鲁克林的码头以及纽约市沿东河的所有区域都挤满了好奇的观众，50万人的喉咙里爆发出3阵欢呼，成千上万的手帕在密集的人群上方挥舞，向亚伯拉罕·林肯号致敬，直到它驶入哈德逊河河口，即构成纽约市的那个狭长半岛的顶端。随后，护卫舰沿着新泽西一侧及那条遍布别墅、景色宜人的右岸航行，经过了炮台群，炮台用他们最隆重的礼炮向他致敬。亚伯拉罕·林肯号则已降下，再升起3次美国国旗作为回应，其上39颗星在其后围斜横上闪耀。然后，他改变航向，驶入标有航标的航道，绕过由沙沟角形成的内湾，贴着这片沙洲滑行，成千上万的观众再次向他欢呼致意。由小船和汽艇组成的护航队一直伴随着护卫舰，直到抵达灯塔船的高度才离开。灯塔船的2个灯标标志着纽约港的入口。3点钟敲响了，领航员下到他的小艇上，回到了在下风处等待他的那艘小帆船。锅炉被加足了马力，螺旋桨更快速地搅动着波浪。护卫舰沿着长岛低缓的黄色海岸航行。晚上8点，火岛的灯光在西北方向消失之后，它全速驶入了黑暗的大西洋水域，